各位诚心诚意的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！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抗压之道。相信在这次的疫情当中，从14天再加到28天，再加上现在大概要80天左右，我们很多朋友们告诉我说，实在是心中有很多的压力，经济的压力，这个感情的压力，生活的压力，房贷的压力，工作的压力等等的问题。我在想，我先解决压力之前，我先讲几个例子给各位听。最近网上也出现很多这个自己做手工啊，自己做一些菜肴的很多的这种节目出来。其中一个我看到是种豆芽。想到种豆芽呢，我不得也不再说回我在巴西那段时间，除了要找豆腐吃很困难，连豆芽都很困难。后来有一天呢，我就看到了，有一个人家里种了豆芽，我跟他说：“你可以教我怎么种豆芽吗？”他说可以。他其实呢就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桶，然后下面呢就戳了洞，然后就把豆芽放上去，然后盖了一块布，然后上面还压一块比较重的东西，还有放在一个比较暗的地方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要放这个石头啊，压在这个豆芽上面？”他跟我说：“没有经过压力的豆芽呢，长得不美，长得不够肥，长得不够壮。”果然呢，过了几天拿出来的这个豆芽又胖又美。豆芽要经过压力，它才会长得又胖又美。再来呢，我去了纽约啊，在我们纽约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叫鹿野苑，那个是大概有200英亩的一个很大的森林土地。我看到的遍地的，那个时候3月份是还在下雪，遍地的那个松树真是好美。其他的树木啊花草都变成枯色了，只有常青的是松树，而且那个雪啊还挂在松树的上面。再怎么样挂呢，这个松树还是长得如此的绿，它没有变颜色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这个松树也让我学习到，你看这个松树的耐寒，所以它的长大它不快，可是它长得很结实。另外呢，我为了要让我们东禅的蓝毗尼园呢更加的庄严，我就去了日本。有一个园艺的信徒，做园艺的信徒带我去日本，他在种那个很多的松树，我就请了6棵回来。我就问他说：“这个松树好漂亮啊，它的节枝啊，它的形状。”那个日本老先生就笑笑跟我说：“100岁了。”我吓了一跳，我说：“这棵松100岁？”是啊，这个松树是100岁了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这个松100岁还长得那么好看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呢，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树木，它能够耐寒，而且它能够很坚强的活下去。”所以我们请了6棵，一棵100岁的松树来到东禅寺，我就叫它叫100年的松柏。从松树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，它没有奇丑，它没有华丽，可是它的绿，它的那个壮，让你很感动。再来我们看莲花，你看莲花，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花朵，它就出污泥，它要污泥它才会长大，而不然，它长大出来的那个莲花，开出来的盛开的莲花，你真的很感动，那个美，那个看起来就非常有气质。莲子可以吃，莲藕也可以来煮汤，通身都是好东西。所以我这几个例子以外呢，我再最后举一个例子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家里的墙壁啊，或者是路边啊，突然间冒出一棵小小的这个小树、小草。我常常很喜欢在高速公路看，那个整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墙壁突然间会冒出一棵怎么一个树，我们自己家里面的
这个地上会冒出一颗怎么样一个无名的花朵来，这些冒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生命力很强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生命里面难道真的是只有一帆风顺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了压力的时候，要调整。第一个，调整你的身，调整你的心。所谓的调整身与心呢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、接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挑战。所以你如何要抗你的压力呢？就是越挫越勇。你必须要很忍耐，叫做忍，然后再来深忍，再来法忍。所谓的忍，就是当针要打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，你要想是为了健康，你忍一下，痛一下就没事了。当生活改变了，他需要几个月可能没有工作，我们要忍耐。这个真的是遇到这个整个环境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理念，我们法忍，用佛法思维来忍耐。我们可能这个工作出了一些改变，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工作来代替。所以各位，还有一个无生法忍，对事情的彻底的了解之后，我们内心产生一股力量，叫做接受的力量。我们为了未来更好的这个步伐，未来的更好的一个打算，我们现在必须忍当下的一个辛苦。所以当你知道了目的方向，你的忍耐力就是超越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忍的，无生法忍，超越的忍。所以我们身，我们自己知道要调整，心的力量更要调整。所以身心调整，正知正见之下，我们就要放下身段，让自己的身段放下，可以柔和的放下身段。我看到新加坡的空少他写说，突然间整个飞机没得飞了，怎么办？于是政府跟他说，你愿不愿意做亲善大使啊？他说，什么是亲善大使？你到医院去，到小贩中心去劝导人家怎么排队怎么注意你的这个饮食健康。这位空少说，我当然愿意啊，我家里面还有2个父母亲2老要养，我还有弟弟，我必须要接受。所以从一个空少，现在变成穿一个 T 恤，在美食中心里面劝人家排队有距离怎么勤洗手等等。这个是放下身段。所以我们要做到可大可小，可有可无，可高可低，甚至我们自己要告诉自己可有可无。我相信你的身心豁出去了，我们只要不做坏事，我们只要是正业正道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所以超越自己，跨越自己，哪里来的所谓的压力呢？所以这个压力是你的踏板石，不要把压力放在头上，是把压力变成阶梯，一步一步往上去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大家努力，最坏的时刻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转机。我相信大家有佛法，有正知正见，一定是胜利者，一定能够超越我们的压力。阿弥陀佛。